提到经典的恐怖电影，那一定少不了《猛鬼街》。片中邪恶的弗莱迪啊，可以说是名垂影史，也是很多观众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乐子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这里是爱看恐怖片的摩尔排布奇。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由 Beam Studio 推出的这款很极端的丧尸弗莱迪。就这款产品的样板，目前我上手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复古，类似于老美系挂卡那种。设计上呢也是十分极端。一方面呢，在外观和形象上，其实弗莱迪本身很招牌的就是那种烧伤啊、扭曲的、夸张的皮肤表现。这款产品上又结合了很多丧尸的元素，突出了它本身这种扭曲的肉感。我所接触过的比较猎奇的玩具不在少数啊，但这款我个人都觉得是非常夸张那种。颜色方面呢，这些腐烂的肌肉会用一个亮色的涂装，和服装本身的暗色有一个反差，显得更加突出。这个和原片中弗莱迪妆造也是相似啊，就是那些腐烂烧伤的皮肤会有一个更加油光的刻画。然后在设计上呢，能看到突出的部分除了肉体的扭曲以外，还加入了很多邪恶的那些面孔啊，比如说腰部暴露出来这张脸，还有呢我很喜欢的背部佝偻地方也有一个突出。这里呢能看到一节一节脊椎也是顺着这个弧面啊暴露出来，裸露的这个肌肤，红色的布料融合在了一起。处理我觉得是比较精细的，烧伤那种皮肤和碎裂的衣物交界的地方过渡还是比较自然。服装本体的表现上做了很浓重那种脏污的感觉，这个红绿相间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扎眼，也会在开模的时候做出一定的褶皱造型，关节部分会有这个鲜红色的暴露。但考虑到它是一款主打复古的产品，不知道是不是有刻意这样去设计。右手部分招牌的手套以及爪刀的造型这个刃部呢是软胶结构，我一直感觉拳皇里那个小猴是有点致敬这个弗莱迪的意思。左手部分完全烧伤，袖口处呢也做了很多破损的造型这里能看到两臂包括手腕会有白骨裸露出来，肘关节这个小骨节我个人觉得蛮有趣。下身的裤子呢不多说就是和电影中相似的那种工装造型，也有一些破损的地方，这种烧伤的肌肤。头顶也是很招牌这个小帽子，摘掉的话就可以完全看到这颗很吓人很疯狂的头条。眼球部分和我印象中的弗莱迪会有些不同，白色的没有瞳孔那种眼球，会比电影中带着黑眼仁的更加恐怖一些。头部表面和它的这个脖颈以及裸露出来肌肤一样，都是那种很扭曲的那种一绺一绺的肉条交织在一起，当然精度刻画来讲我觉得会更高一些，扭曲在一起的邪恶表情。然后整体部分身材上其实更加美型一些更接近漫画中的一个头身比，全高的话也在18厘米左右，这就很标准那种美系玩具。结构上呢，像之前说的，就是很复古的那种美系玩具会有的关节设计，但是在可动部分会更加突出一些。比如说它这个头部俯仰角度都是 OK 的，动一动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右侧会有一个支出来的小肉条。肩膀部分包括手肘的设计，这个就是很美系。腰部这里也有两段结构，腿部空间就很大在胯部是没有什么阻碍的，侧摆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一个一字马。膝关节这里有一个3段结构，屈膝也能做到完全的贴合。整体而言的话，关节设计比较简单但是可动表现还不错当然就这个本身造型来讲，我觉得特别大幅度也不太需要，做出一些比较扭曲的像是丧尸那种歪歪扭扭的形象就 OK 了。
我自己感觉的话，这种偏复古的结构设计，其实和它这个题材反而很相符啊。猛鬼街上映的年代和这种玩具的造型相结合，能够给你一种好像老玩具的那种体验。极端的外观设计加上复古风，就好像一种味道非常刺激的食物，可能一般人吃不下，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会觉得香的不行。可以说是比较小众，或者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比较冷门。能够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玩具，肯定还是出于自身对于原片的喜爱。况且它除了题材和造型比较复古以外，在涂装的这个效果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现代的。破损服装和这种腐烂肉体组合到一起，头雕啊，像是这个上身衣物的精度，希望大货有一个稳定的好的呈现。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